大家初学单板换刃时最常见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换刃的时候，整个身体站得笔直，不仅换刃换得特别慢，直板朝山下的时间很长，而速度变得太快，很难去控制，而且雪面上一点点的不平整，就很容易把人给顶飞。那么在流畅换刃这个阶段，我们首先要掌握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技能，就是重心的上下起伏。它不仅可以帮助你更快、更容易的换刃，还可以增加你在换刃之后整个身体的稳定性，让你的整个滑行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。大家好，我是瑞士滑雪教练 KK， 欢迎来到我们单板进阶体系中流畅换刃的第一课——重心起伏，也叫加压减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最开始的没有上下起伏的换刃是怎么样子的。在我们刚开始学习换刃的时候，身体很容易笔直的绷成一块，这样每当雪面上有一点点不平整的时候，就很容易让自己失去平衡。同时，过高的重心就让你像一个白柄很长的钟摆一样，重心从一侧转换到另外一侧的速度非常慢，这就导致你直板朝向山下的时间非常长，很容易加速过快，变得更难控制。最后，因为你的雪板在换刃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在雪面上有同样的压力，这也大大增加了你卡刃的可能性。一旦可以把你这个加压减压给做出来，你的换刃的速度一下就会变快很多，也会变流畅很多。那么我们如何熟练地掌握换刃过程中的加压减压呢？今天我们就用这3个动作帮你找到熟练换刃加压减压的感觉。加压减压。好，我们到一片比较适合练习的雪道，就在这里演示一下。在学加压减压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先找到重心上下起伏的感觉。在我们学正常换刃的时候，大家也知道了，重心我们有靠板头、板尾这2个维度，然后前刃、后刃这2个维度。在这4个维度，我们今天的重心不会有其他的变化，维持我们最基本、最稳定的姿势。我们的基本重心始终在板的中间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练的主要是重心的第3个维度，也就是上下。我们先来试一下重心的上下起伏，可以在平地上做一下。自在的这种蹲起，我们试一下前刃的，并且不摔倒，然后换成后刃之后，也可以这样做一个蹲起，不摔倒。尽量把这个幅度做大，看你的重心可以释放到什么样的程度。如果你的重心在上下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起伏的话，那你就做好了第一步。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第2个练习，注意观察一下雪道有没有其他人。在横切雪道的时候做一个蹲起，像现在这样，我压着前刃走。好，做一个蹲起，做一个蹲起，蹲起，好，再换到后刃，做一个蹲起。其实，在蹲起的过程中，就是给我们的雪板做加压减压。压下去的时候压力变大，站起来的时候压力变小。这个可以很明显的从我们雪面上压出来的这个痕迹看出来。当你这个幅度做得足够大的时候，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跳起，加压、减压、加压、减压、加压、减压、加压、减压，对，就这样一个过程。另外有左脚在前的，也可以这样试一下。好，一旦你掌握在雪面上加压减压这个动作，也就是重心上下起伏的话，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把它带入你的换刃之中。关于加压减压的时机，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换刃的时候减压，在入弯的时候加压。因为在换刃的时候减压，可以让你的重心从一个刃换到另外一个刃的时候更加的顺畅，更加灵活；而在入弯的时候加压，可以让你的雪板在转弯的过程中吃雪更深，卡得更稳定。先做一个基础的换刃，横切的过程中，先让重心蹲下来，换刃的时候站起来，然后换刃完了之后开始加压。蹲下来之后，开始换刃的时候站起来，然后换刃之后开始往下压，减压、加压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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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减压、加压。当你熟悉这个感觉之后，就可以把这个动作做得更加流畅一点。好，一旦完成了这一步，这就是我们加压减压所需要的所有的内容了。我们在之后学刻滑的时候还会增加一个
腿主动往外踢的加压减压，而不是光利用重心的上下起伏。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个主动踢腿的这个加压减压，但是这个就是后面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在之后练习的内容了。把加压减压这个感觉早熟练，它也可以成为你换刃过程中一个节拍器，把加压减压的过程和换刃的时机结合在一起。你可以心中默数1、2、1、2，让你的整个的动作更加行云流水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流畅换刃的第一课，重心起伏了。把加压减压的感觉流畅带入到你每日的滑行当中，会让你体验到完全不一样的单板滑行的感觉，更加安全、稳定、快乐的探索整个大山了。除了加压减压，单板滑行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控制合适的速度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就会讲一讲影响速度的4要素，以及怎么控制它们，达到理想的滑行速度。大家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观看哦。好了，我是 KK，我们下期再见。